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yota，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套来自懒工作室所出品的项目镇系列的第二波玩具。这一波玩具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色啊，可以看到下边的角标，这边有懒工作室的 logo，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 Kai-Lab 这个凯工作室出的这个布衣，以及整体的这个设计风格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啊。以前的峰会呢也是非常的漂亮，但是跟实物的差距有点大。这一次的峰会的线稿的这种感觉，以及背面绘制的这个玩具的实物图片，还有这边纯英文的一个玩具的介绍、人物的介绍，我个人觉得算是非常的简约，同时呢也把玩具的内容物表现的非常的具体。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暂停看一下这两个角色的故事背景以及介绍。那简单来说呢，这边的很明显是一个绿头发的蓝肤的森林精灵，或者说你叫它暗精灵也可以。然后另外一边呢，则是我非常好奇，也是第一次在这个1:12的产品线里面看到，就是有厂商去做德莱尼这个种族的妹子啊，个人觉得呢，真的是还是蛮新鲜的，再加上布衣的这个加持，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开箱。好的，全部的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可以说呢，这次的身高还有身形比例基本上是继承了上一弹，整个三色女精灵守卫的整个身高比例，虽然写的是1:12的比例线，但是我个人更觉得它非常接近我前两天跟大家去分享的狂怒工作室的那种比较偏大的这样一个 size。不过呢，反正是还原着这个魔兽世界里面的这个角色，稍微做大一点也算是可以理解。但很可惜啊，我现在手边上没有一个比较趁手的兽人型的这个角色，放在它上面去做一个横向对比。但是呢，我们如果想直观的看一下它的身高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还是拿出孩之宝的最近经常用来做对比的这个嘉宾啊。这边的灰寡妇做一下横向对比，没错，它确实是身高方面，就是比一般的1:12比例的人偶要高出一截。但是如果说是拿出福瑞工作室的这个狂怒工作室的这款之前跟大家去介绍过的女素体，你会发现这几款素体的这个身高仿佛呢就是很有默契的做的是相同的这样一个身高，相同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说很可能那种比较肌肉型的，或者说比较强悍型的种族，无论是男素体还是女素体，那现在在这个1:12的产品线里面都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所想去把这个比例尺重新的定义。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开放的，反正玩具嘛，你怎么去想象或者说怎么去搭配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事情。那这一套产品呈现出来的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好的可动素体加上优秀的布衣，然后获得了一个非常有机的这个结合。那我们就从左至右开始看起吧。首先配件方面，两者的配件其实是相仿的。这边的精灵女刺客，或者说你叫它这个轻骑兵或者说游骑兵这样的职业来说的话呢，它所搭配的是上胸一只，然后替换头雕一个。替换的头雕呢，所展现出来的面雕是跟这个峰会高度相似，眼睛是涂了这样一个白色的瞳孔的这样一个造型。我个人觉得呢，这样更有这种游戏建模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然后呢，这边的它的手型，两者的手型所配备的是一样的，都是基本上剪刀手、握拳的实心手型、开掌手、半开掌手、抓握手型都是配备的 OK 的。默认的手型呢是一对握持手型，两者的武器都非常不同，而且各有特色，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然后女精灵这边呢还给了一双这个裸足，因为这个靴子这个地方呢是做出了一个软胶的分件，材质非常柔软，捏起来呢也很舒适，取下来呢也不会费什么力气啊，直接把这个套子，如果你想保险一点的话呢，稍微加热一点就可以取下来，然后套上裸脚，还原成一个完全的女素体的这个形态，也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先从这边的精灵妹开始看起吧。那还是惯例的
360的在镜头面前手动的转一圈，来看一下这边呢，可能是因为布衣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布条每次呢都会跑。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在后续的布衣设计里面，可以在这个细小的位置埋上一个铁丝，甚至呢这一条呢就直接拿一个铁，就是用那种包塑的这种铁丝类似的材料，只不过说把它变得更宽更扁去进行塑形。这样的话呢，这个背带呢可能可以更加立体一点。不过呢，现在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布纹效果，我个人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360度转一圈，在这个身上的这个装束啊，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布衣的边缘部分，这个勾边的小细节，还有这个小装饰，那真的是非常的精致。仔细看一下呢，就很有这种森林德鲁伊啊，或者说森林祭司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表现在这个地方，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很好看。然后再来看这把大剑，这把大剑呢有两边的就是张开的这个羽毛，然后中间呢又像龙基鲁斯之枪一样啊，就是直接缠绕在一起，双螺旋的这样的结构。具体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总之是挺好看的。再加上两把就是近战用的短剑，一把类似于刺客之刃，另外一把呢中间有个洞洞，都可以通过这个非常细小的小绑带插在自己的这个腰间。然后腰部的这两边呢，其实是用的这种魔术毡，反正我这边是收束了一下，让它这个腰身更加的纤细，更加立体。头雕方面，我们简单拉近看一下，这个头眼睛方面涂的可以说是炯炯有神。然后肤色这边呢，可能最近呢是因为阿凡达才上映嘛，这边的肤色呢，再加上耳朵这边如果不看的话呢，确实有一种阿凡达的这个既视感。当然面雕肯定是跟那个纳威人完全是不同的，整体还是精灵的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好看。包括呢，它这次的这个头发也是一个发套的设计，还是可以完全取下来。但是之前的第一弹不在手边，没有办法去验证能不能互相换这个头套的这样一个玩法，稍微有些可惜。不过总的来说，观感是非常不错。大剑老是摇摇晃晃，我们就把它拿下来看一下身上的这个可动性。头雕呢，这边是类似于猫 Legends 的，或者说四骑士的一个转轴关节，非常的紧，非常紧，但是抬头幅度很大。低头幅度呢也是不错的，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当你低头的时候，这个一开始观感有点长的这个脖子的问题呢就消失了，整个比例还是非常匀称的。上半身呢是一个球形关节的腰身，非常的灵活，左右后前都不会有什么干涉。但是因为这一款呢，它前面呢是有这个收腹或者说束缚带的这个结构，所以往前弯呢会稍微有一点回弹，但是问题不大。手臂非常灵活啊，360的这个旋转，然后蝴蝶关节、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二头肌旋转，这边呢还是老样子，这边小手腕撸起袖子看一下，小的球形关节，而且替换起来非常的丝滑，无论是插拔还是旋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下半身的部分前踢超过90度一丢丢，掀开呢是和这边的上胸替换件一样，黑色的这样一个涂装。那因为怕视频不过审呢，我这边就不多做这个替换展示了。一字马可以张开，下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球形关节，没有类似于下拉的这个机构设计，但是呢也算是够用。而且大腿根部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旋转，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幅度很大，而且整个阻尼感调教的非常不错。脚部接地，左右前后脚尖可动都有。那这款玩具呢，目前来看的话，观感是 OK 的。双手持短剑的这个姿态，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好看，很有那种丛林战士的感觉。你也可以让它一手正握，一手像这个样子，像刺客一样反握这把剑。这是我一般特别喜欢摆姿势的这个造型，因为这样看起来蓄势待发，且非常酷炫。当然呢，我个人还是推荐，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游戏里面的建模的话，
把它换成这边的这个白眼头雕，可能会更加好看一些。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颗头雕呢？那这一款呢，先放到一边去。接下来看刚才呢，我就觉得比较值得期待，同时呢，也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德莱妮妹子。这个种族呢，基本上就是山羊人的造型，尾巴方面呢，也是一大特色啊。这个里面是埋了铁丝，非常的柔软，你甚至可以把它弯曲成 S 型，转弯半径啊，还有这个软胶的应用已经是非常纯熟了，很不错的一个材料，而且设计方面也 OK。虽然这个中间的气孔呢稍微有些碍眼吧，但是一般情况也不会用这个角度去观察。素体方面，两者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在下半身的部分，在膝盖的这个地方，那作为山羊人肯定是有一个反足的这个设计，偶蹄下面有一段这个球形关节，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松，但是问题不大。然后它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嵌套的设计，脚掌非常的灵活，而且跟自己的这个身高和体重比起来的话，脚掌其实是挺大的，所以说站立性我即使不利用尾巴，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站得比较稳。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给设计师一个大大的赞。身上两侧的这个小装饰其实也是可以搭载它的这个长剑，还有这边的法杖的，两边都有。这一点呢，我觉得整个观感是不错的，包括它这个亮闪闪的这个布料，我觉得丝毫没有那种廉价感。布料的或者说裙摆的两侧埋有铁丝，可以尽情的凹造型，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金属疲劳的问题，不要玩得过火了，不然的话断掉了就不太好修复了，放到一边去。然后呢，可动性这边呢就不多做展示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首先头雕，这次的这个头雕啊，尤其是这个仰角的部分，我觉得锐度做的是非常不错，眼神犀利。然后从上往下看呢，它其实确实有一点点蛇精脸啊，但是依稀的能够感觉到山羊人的这样一个特性。头上面的一个小点的这个细节呢，我觉得也是刻画的非常不错。上半身的部分该有的，因为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衣物的这个覆盖嘛，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嵌套型的蝴蝶关节，然后也可以看到其实胸腰关节设计比较简单，但是足够好用，基本上就类似于海之宝和四骑士的早期的这样一个设计。但是呢，整个镂空以及球装的这个活动幅度非常大，挺胸和弯腰的幅度可圈可点，左右晃腰自然不在话下，包括呢这个腹部的这个肌肉刻画的是那种非常紧致的身材，也是相当好看。拉开这两把武器，你可以看到呢，身上呢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阴影渐变的涂装，个人觉得呢，在素体本身上面也是下了一些功夫的。然后下半身的部分呢，刚才有介绍过，屈膝的关节是阻尼型的关节，紧实且丝滑。然后到这个反足的部分呢，则是齿轮型的关节，可以听到一格一格的定位点，这一点呢是比较优秀的设计啊。在反足的这个情况下，一个是比例，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可靠性，包括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偶蹄类的这边的阴影涂装也是非常不错。在这些好的这个关节以及这边齿轮关节的这个加持下，它甚至可以做到这种蓄力即将跳起来的这样一个姿态，非常有这种山羊人野性的这样一个特征。我个人觉得设计方面这款玩具呢是要优于，就是光素体啊以及这个造型方面，个人比较主观的会觉得它会优于这旁边的这个精灵妹子。整体的来说，如果说两款只能选其一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推荐你选择这款德莱妮种族的这个女生。具体名字呢，其实它叫乌尔黑角 Blackhorn， 其实名字也还是挺贴切的，虽然是这边是这个工作室直接给它的这个名字，但是玩了一圈下来之后呢，这两款产品在我心目中10分满分的话呢，可以达到8.5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头雕呢，这次这边的这个乌尔或者说乌鲁也是双头雕的配置。
如果呢你跟我一样喜欢这个游戏里面的建模，换上这个白眼头雕，确实还是非常带感的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比例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适配市面上非常多的这个魔兽系列的可动人偶，而且呢，现在做魔兽系列的这个厂牌也越来越多了，期待后续呢更多个子更大或者说更加美艳的角色与大家一起见面，然后同时收到手中，跟大家一起做把玩分享。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偷羊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